嗨，你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钢琴学习的捷径和窍门。要想学琴学得快那一定要调动孩子的积极性，给孩子一定的成就感，让孩子对钢琴学习和钢琴练习有兴趣。首先说老师给孩子制定的学习方向。如果孩子是在启蒙阶段，那一定要给孩子一个正确的触感和正确的听感。也就是说，他要清楚地知道这个钢琴应该怎么样去弹奏，然后这个声音应该怎么样去聆听，怎么样去感受。紧接着在学习钢琴弹奏的这个阶段呢，一定要有几项最基本的要素要保证它是正确的。第一呢，就是音一定要弹对；第二呢，就是指法一定要对；还有第三项就是节奏一定要正确。首先音一定要对，就是你看的这个谱子里面，比如说升降号比如说这个音的位置比如说音区一定不能弹错。然后指法呢，其实练的是正确的指感，指法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在启蒙阶段正确的指感没有形成的话，一定会影响学生在后期的一个演奏的流畅度。当然最容易忽略的就是节奏，很多学生只是看着谱子一个一个音把那些个音摁出来，但是会忽略掉那个音的节奏。这个节奏一定要在启蒙阶段就给孩子形成一个正确的视奏习惯，这样的话孩子才能听到正确的听感，正确的律动，然后呢用正确的指感去演奏，孩子才会有成就感，学习的进度呢也会快很多。然后从学生这个角度来讲，他既然是来学，那肯定他有很多内容都不知道，所以在启蒙阶段，学生就应该建立一套非常正确的练习方法。这个练琴方法的核心内容，其实是围绕我们练琴的时候，不单单是练习手指的熟练度，更重要练习的核心其实是练习我们大脑的反应速度要比手指更快，我们内心的声音，耳朵里面的声音，其实都要比手指更快一点。这样学生在练琴的时候才能跟音乐连接上，有一个互通，他才会更有兴趣去练琴，而不是枯燥的一遍一遍的重复。关于练琴的小窍门一会儿我也会跟大家聊一下。我们先来说一下从家长方面怎么来帮助自己的孩子。其实练琴就是一种习惯，如果只是老师的方向对了，学生也知道怎么去练，但是呢，在平时没有人监督的话，我相信很多小朋友都不会说主动的去形成一个练琴的一个好习惯，因为老师的方向学生练琴的方法都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然后慢慢的一点点累积成就感，然后才能够形成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才能真正的形成孩子去主动的练琴，去喜欢弹琴的这么一个习惯。那在养成这个习惯之前呢，其实就需要一个家长的一个监督练习。其实家长监督的方法非常简单，就分两项。第一项呢是问什么？你可以翻开谱子问一下，老师这里的标记是什么意思？老师那里讲了什么？老师今天讲的曲子都是什么？这个问的过程其实呢是帮助学生去回忆课上讲的内容的一个过程。第二件要做的事情就是肯定。在家长问过之后呢，然后就可以说你去练一练吧，按老师的要求弹一弹。然后一开始的阶段，不管他弹成什么样子，都要给予一定的肯定和支持。有的家长会觉得，他弹两下就去厕所，他弹两下就跑掉了。习惯是需要积累的，不是说一下子他今天弹1个小时，明天就能够彻底弹好了，完全就像换一个人一样。因为孩子的培养其实不能像开汽车一样，比如说汽车没油了，你加上油立刻就又能跑很久。孩子的培养其实就要像养花种树一样，今天没有开花，没有发芽，你需要做的并不是埋怨它抱怨，你需要做的就是浇水就好了，然后去期待它，然后它开花之后你就赞赏它，这样子它才会有自信心。所以习惯的培养是一个过程，千万不要在一个时间点就说你这个怎么这么不用心练琴。其实他在那个时间点上也许正在努力的改正他那个没有弹好的这一段，但是如果你给他一个支持呢，而不是打击的话，他有可能就会觉得我有一个成就感，我在努力的在做这个事情，久而久之一定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好，现在我们来说一下关于学习钢琴、练习钢琴的一些个小窍门。
第一件事情就是上课之后前2天的练习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刚上完钢琴课之后呢，肯定是会想着我刚上完课这1-2天会放松一点，这种情况下家长就要负责监督一下，一定要在前2天练一下琴。因为很有可能你前2天没有练，第3天想练的时候，你已经忘记老师课上讲的一些个内容了，这样你练习的效率就会降低。第2个练习要点就是弹之前一定要想一想老师课上讲的内容是什么，老师在谱子上的一些个标记都是什么意思，哪些地方都需要修改。第3个练习要点呢，就是要把它打散，就是要一点一点的练习，不要从头串到尾，1遍、2遍、3遍，这种重复遍数的练习啊，弊端非常明显，它很容易让孩子、让学生这个脑子里面只是想着我还差几遍啊，我弹了几遍啊，而真正的应该在练习过程当中想的是，老师这一句话我们需要修正什么呀？我们要改错什么呀？哪个地方需要怎么表现啊？这个如果你要是重复遍数，只是不停的重复的话，孩子练琴的时候更容易走神，更容易不知道自己要练的什么。这个问题非常严重，而且非常普遍，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要把重复遍数练习改为设定目标练习。这个设定目标的练习呢，也非常非常简单。比如说你刚才不是问他老师课上讲了什么内容啊，1个、2个、3个，比如说一共10个内容，那你可以跟他讲，我们今天的练习呢，你只要从这10个内容里选3个出来，把它改正过来。这样的设定目标的练习呢，其实让孩子的脑子更容易去集中注意力，然后更容易 focus 在一个他需要去纠正的地方，需要去改正的地方。那你说不按遍数练习，那我们修正这个内容，比如说改正这个错误的地方，是有没有一个什么标准呢？当然有，那就是弹到不会错。就说你在修改的时候，你要弹到你能够控制这几个音，你能走在这些个音的前面，能够控制它不会再弹错，而不是我弹1遍，我这个弹对了，立刻就弹下一个了。那这样子只弹1-2遍就弹对了就跑掉的时候，其实也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练习方法。所以作为家长监督其实至关重要。对于家长来讲，其实你不一定要知道练习的内容是什么，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他练习的一个评判标准是什么。所以高效的练习才能不停地给孩子一个成就感，孩子的兴趣也会越来越强，自信心也会越来越强，大脑反应速度也会越来越快，控制力就会越来越强。他怎么会不喜欢弹琴呢？这个阶段一定不能着急，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培养的过程。所以老师给了正确的方向，然后教了他正确的学习的方法，学生再会用正确的学习方法，家长负责监督他这个方法有没有落实，就是学习钢琴的捷径。当然，这个捷径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标准，就是在你重复演奏的时候，不要弹错。你要保证你的每一遍的演奏，修正过之后的每一遍演奏都尽量不要再弹错。说到最后呢，其实还有一个客观的因素，就是家长需要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学习钢琴的一个氛围，比如说多参加一些个音乐会呀，多参加一些个音乐的活动啊。那还有一个就是在钢琴学习当中，尽量不要给孩子一个长时间的停课。这个其实是对孩子一个心理层面对钢琴学习的重视程度的一个表现。那有的家长可能会讲比如说我的孩子这周没有练琴，那我给出来的建议就是你要让他去上老师那里，让老师带着他练一练。这样子的话，老师在课上练习的时候会着重带着他更多的去练习一下上节课复习过的内容，不然的话很容易在他学习的内容上出现一个后退，甚至出现一个知识上的一个断层。这种知识上的断层和这种后退对孩子的自信心的打击是非常大的，那一定会影响到孩子学习的进度和兴趣，然后孩子只会一退再退，一退再退。好，谢谢你，我是 Jason 回老师，我们下期见。